中国的五代机歼20因为足够落后，所以2022年的时候直接向公众近距离展示低空空战能力，生怕其他国家看不清歼20的各项细节，完全不考虑保密的问题。到了2024年初，中央电视台更是把歼20的生产线实景都给公开曝光了，直接震动了国内外舆论。这歼20得落后成什么样才敢这么去曝光细节？直到2024年底，中国的6代机直接在居民区公开飞行，全球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之前会曝光歼20的那么多细节？原来它已经退居2线了，已经足够落后了，落后最先进战机整整1代，所以可以曝光。但歼20是5代机啊，在中国之外任何地方都是最先进战机，在中国这里，它居然成了落后的2线战机。但今天要说的不是歼20落后的事，而是歼10战斗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我们看看歼10的故事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歼10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名词了，古老到几乎快要被遗忘。在中国，它算是落后战机里的落后战机，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，歼10可是非常先进的主战飞机。虽然歼20在中国已经落后了，但由于歼20是货真价实的第5代战斗机，除了联合国5常以外的任何国家，一旦获得这款战机，都会在地区内引发明显的战力失衡。所以歼20再落后，我们也不对外出售。目前中国对外出口的最高级别战机是歼10系列。2021年12月，巴基斯坦决定采购中国36架歼10 CE 战斗机，合同总金额为15亿美元，包含雷达、导弹等全套武器装备。巴基斯坦为每架歼10 CE 战斗机支付的费用大约在5500万美元上下。大概花了1年多的时间，巴基斯坦方面一共接收了14架歼10 CE 战机，2年左右的时间就接收了25架。照这个速度来算，估计去年已经全部交付完毕了。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，那是相当瞧不上咱们中国的歼10飞机。像印度这样的国家，甚至连咱们中国的歼20都看不上眼。2016年，印度和法国签署了一份协议，成功采购到了法国最先进的阵风战斗机，总共36架，总金额高达88亿美元，裸机价格大约是1亿6700万美元一架，加上武器和配套设备，差不多要2亿4400万美元一架。一架阵风的价格差不多能买5架歼10 CE 了。这玩意儿不仅贵，到货还特别慢，整整花了6年时间才全部交付完毕。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交货这么慢，还卖得这么贵，那自然是因为它性能强啊。这可是欧洲最强的战斗机，也是国际公认的4代半战机，仅次于中国的歼20和美国的5代机。当然这个是国际公认，印度方面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印度认为阵风战机是可以吊打中国歼20的。巴基斯坦采购歼10是为了防御印度的阵风战机，而印度采购阵风战机可不是为了对付巴基斯坦的，那是为了对付歼20的。印度退役空军元帅曾经发表观点称，歼20最多只能被归类为 3.5 代战机。而印度前空军司令巴多里亚也提出过看法，一架阵风战斗机足以应对5架歼20。在2025年到来之前，互联网上一直热烈讨论的，从来不是歼10能不能打赢阵风，而是歼20有没有能力战胜阵风。按照他的理论推算，24架阵风就可以对抗3个歼20、歼16航空编队。歼20和阵风究竟谁强谁弱？这能形成舆论，能引发争议，那就说明没有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的证据来证明到底哪个强。至于巴基斯坦采购的那些歼10 CE， 唯一优点就只剩便宜了，没人指望过这些飞机能威胁到俄欧的顶级战机。歼20和阵风谁更强，确实没有实战可以证明，辩也辩不出个结果。直到时间来到去年5月份，歼10和阵风战机这次进行了实战交手。5月7日凌晨，印度不宣而战，突然对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发动了军事攻击。其中刚到手的欧洲最先进阵风战斗机大批出动，发动空袭。面对印度的空袭，巴基斯坦只能反击，和印度战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。此战巴基斯坦总共出动了11架战机，其中主攻部队是刚采购的7架歼10 CE， 其余4架老旧战机做牵制扰乱作用。印度方面总共出动了14架战机，其中2架苏30、2架米格21、8架阵风。这是一次全方位的空战，双方的地面防空部队和空中的战机都在交火，这绝对是实打实的实战。因为战斗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印度方面选定的。理论上讲，印度拥有先发制人的优势，
巴基斯坦则处于被动反击的位置，只能被动地部署飞机和防空部队。先手发动攻击的印度显然占据了战术上的优势。从出动的飞机数量来看，印度方面并没有轻敌，出动的飞机数量以及纸面上的质量都远超巴基斯坦。米格29属于第4代战斗机，与美国的 F-16战机属于同一级别，一共出动了2架。苏30是4代半战机，和法国的阵风战机是同一级别，也出动了2架。只有米格21是第2代战斗机，算是拿来凑数的老旧战机，出击任务主要是牵制和扰乱对方。而巴基斯坦那边只有7架歼十 CE， 对手是2+2+8，总共12架俄欧顶级战机。就算4代机都不算战力，那也有10架阵风级战机。印度军方绝对不会认为阵风和苏30打不过歼十 CE， 即便如此，还是以优势数量出击。军方参谋部的决策没有问题，甚至还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浪费嫌疑。凌晨7点23分，巴基斯坦空军成功击落印度空军5架战机。先前被击落的2架战机已证实为阵风战机，随后又增添了1架苏30战机，外加1架苍鹭无人机和1架米格29战机。时间是在凌晨的8点27分。印度空军又有1架阵风战机被击落，随后印度空军放弃了战斗，被迫选择撤退。这一战，印度空军总共损失了6架战机，而巴基斯坦空军方面则是零伤亡，没有1架飞机被击落。自1982年以叙贝卡谷地空战以来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性击落战机数量最多的一场战斗。而且理论上的劣势方不仅击落了优势方大量先进战斗机，并且还是零战损。对于巴方宣布的重大战果，爱面子的印度本是不想承认的，但最终还是承认了。因为没办法，战机被击落后，碎片掉的哪都是，被大量居民发现并拍照上传网络，瞒都没法瞒。这是中国现代空军组建以来首次参与实战，也是歼十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取得击落战果。最终战绩是6-0，而且击落的是欧洲最顶尖的阵风战斗机，以及性能堪比阵风的苏30战机，有力地回应了外界对于中国现代化战机未经实战检验、战斗力存疑的种种质疑。也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，那些说什么1架阵风抵得上5架歼20的奇谈怪论就彻底画上休止符了。阵风这玩意儿就别来碰瓷歼20了，先手准备，先手突袭，地空协同攻击，结果在自己预设的战场上被紧急升空反击的歼十打了个0-6。这样的飞机怎么好意思和歼20比谁更厉害？代表俄罗斯和欧洲航空工业最高现役水准的战斗机，直接被歼十这种已经退出1线主力的机型，甚至可以说是连2线都算不上的飞机给打爆了。俄罗斯倒无所谓，反正已经没啥生意可做了。法国可是亏大了，以后这阵风战机就别想卖了，又贵交货又慢，结果战力还这么差，声誉遭到重创。要么是飞机不行，要么是飞行员不行，反正总有一个不行的，不然也不会打出0-6那么难看的比分。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，印度确实已经不是1962年的那个印度了，现在的印度是2026年的印度，这将在未来半个世纪里形成新的名词。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